美国正在讨论推出50年的房贷，它到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买得起房子，降低大家的月供呢，还是一场温柔的金融陷阱呢？今天呢，我就会用全球视角，特别是中国、日本、美国3地的历史经验，告诉你50年房贷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它又会把房价和资产价格推向哪里？为什么美国突然要推50年的房贷呢？咱们先说背景。目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有3个特点。第一，房价已经创了历史新高，美国中位数的房价已经达到40-50万美元起跳了，超过了50年来的长期估值的中枢。第二，利率高位，美国30年的房贷利率在6%到7%之间，利息太贵，很多家庭根本不敢借钱。第三，库存极低，美国待售房屋的库存处于15年来的最低，房子不够，价格更涨。这一切的组合在一起呢，就产生了一个结果，普通美国家庭已经买不起房了。于是在特朗普的倡议之下，美国政府呢要做一个看似很有吸引力的方案，就是既然降息太慢了，那就延长房贷的年限，30年太短，我们来50年。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点道理呢？是不是更人性化呢？但是50年的房贷真的就更便宜吗？我也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版本。我们假设一个美国人买一个40万美元的房子，他30年的房贷按6%的利率计算实际美国现在30年的房贷利率呢，大概是6.24%左右。为了计算方便，咱们就按6%来算，那它的月供大概就是2200美元。50年房贷呢，它的月供大概是在1980到2000美元每月。那你看它每个月能便宜多少呢？200美元左右。你可能会想，便宜200美元也行啊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每个月便宜200块的房贷，可是总利息呢要多付几十万美元。30年的利息大概是43万美元，而变成了50年的房贷，这个利息呢就要加在一起75万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美国人为了每个月省200美元，他要多付给银行30到40万美元的利息，实际上就把这个贷款人变成了银行的长期现金流机器了。第二，这个房贷的人他几乎不会积累本金了。50年房贷的前15到20年，他几乎所有的月供都在还银行的利息。他以为他在买房，实际上呢是租房给银行了。第三呢，他会一直还到70岁、80岁，因为50年的房贷意味着一个人25岁买了一套房，贷款他75岁才能还完，30岁买80岁才能还完，35岁买85岁才能还完。他还完房贷的时间就已经比很多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还要长了。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报告，美国人购买第一套房的平均年龄是40岁。如果这个时候他申请50年的房贷，等还清房贷的时候，他应该90岁了。而美国当前40岁人群的预期寿命呢，大概就在80岁到85岁。这就意味着，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，很可能终身都会无法还清他的那笔房贷。另外一方面50年的房贷可以说是一个金融陷阱。延长贷款年限不等于降低了房屋的总价，延长贷款年限还等于推高了房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价不是根据房子的价值决定的，而是根据人能承受的月供决定的。你看当贷款期限从30年变成50年，那就意味着同样的收入，能承受更高房子总价的美国人会更多了，会有更多的人贷款买房，所以房子的价格呢反而可能会被推高。这个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所有能让你月供更低的政策，目的都是让更多的人去买房子，那么结果会变成房价更高。我们假设政府和银行可以把房贷的期限拉到100年，那么月供就会更低了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房价会大涨。举个例子有一个海边别墅500万美元，那么在100年的房贷情况下，每个月呢可能只需要支付很少的钱，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人觉得自己能买得起。那至于生命结束之时还不完房贷怎么办？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那么多了。还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或者让子孙接力贷。那最后呢会导致买房子的人更多，那房价呢就会被抬高于一个远高于它原先初始的500万的价格。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假设了，
现实当中，日本在1980年到2000年之间已经全部试过了。当时呢，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极大，为了让年轻人能买得起房，也让更多的人买房，日本银行开始推出了50年的房贷、70年的房贷，甚至还有100年的子孙贷。结果是什么呢？日本的房价越来越贵，日本年轻人越来越买不起房，家庭债务跨代传递，直到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。那这个逻辑和今天美国要干的事儿一模一样。中国在过去的一些年份当中也讨论过是否要延长房贷到40年，但是为什么最终没有成为主流呢？因为这会大幅拉高一个人的房贷总息，那会加速房价的上涨，会让年轻人终身被房贷绑架，会导致房地产金融化过度，会让中国的财政更加依赖土地，无限透支未来。所以中国政府呢，早就知道这样的工具很危险。中国没有走上日本的道路，而现在美国呢，反而要再走一遍。那么咱们看看谁会从50年房贷这样的政策里真正能赚到钱呢？大赢家就是4类。第一就是银行了，因为他们能赚更多的利息50年的房贷，银行获得的利息会翻倍甚至更多。第二类就是房地产开发商，因为房价更容易涨上去，房子会更容易卖出去。月供虽然降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房价会大幅推高一大截。第三类呢，就是大型的机构投资者，比如说美国的贝莱德黑石他们有大量的房地产在手中。另外还有各类的 REITs 基金，因为房价上涨就等于他们手中的净资产会上涨。第四类呢，就是政府了，因为房价稳定，甚至房价上涨会相对的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。美国地方财政高度依赖房产税，房价上涨就意味着税基扩大了，那美国的地方政府呢，能收到的房产税也会相应的增加。好了，那么普通人面对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？华人又该怎么理解呢？这是今天我认为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在美国或者加拿大了，那么你不要被月供可能会少$200所迷惑，因为50年的房贷等于更长的债务周期加更高的房价。你应该关注的是，如果你要买房，那这个城市的基本面怎么样，就业结构怎么样，租售比怎么样，未来利率的走势会怎样，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，而不是现在月供少一点，手头能松快一些。那如果你在中国呢？美国的50年房贷是对全球房地产的一个风向标，它说明了一个趋势就是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里，房价并不是要下跌，而是要被政府的政策拖住。具体的方式呢，很可能就是延长房贷的期限，而不是降房价。中国国内的房地产政策未来也会越来越趋向流动性托底，而不是价格托底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如果你要在做全球资产配置的话，那么这个50年的房贷政策如果推出，那它会影响美国的房地产股票，比如说房建类的 ETF， 还有 REITs 的长期的趋势，还有美国的长端利率、国债曲线的形状，以及美联储未来的政策空间。你可以用这些指标呢来判断未来美国资产的配置逻辑。那我的个人观点呢是，这个50年的房贷政策不是解决房价的办法，而是延后房地产危机的方法。它表面上降低了购房的门槛，实际上呢会推高资产的价格，加重家庭的债务，拉长金融风险的链条，让年轻人更难真正的拥有房子，把购房变成全人生的财务计划。因为你买的不是房子了，而是一个贯穿你一生的现金流负担。我也想提醒所有在美国、在中国、在全球做资产配置的华人朋友们，买房应该看重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城市、这个房产长期的现金流压力，而不要被月供减少的那么一点点所迷惑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